家好，欢迎来到 Mia Mystery。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起发生在爱尔兰的案件。在距离首都都柏林西南方约1小时车程，有个占地广大的威克洛山脉国家公园。这里有漂亮的湖泊及许多登山步道，优美的景色深受游客和当地居民喜爱，每到假日总是吸引许多人潮。在2017年6月10日这天，一个家庭在威克洛山脉野餐时，在威克洛路附近的路边发现了一个人体的躯干。同一天，2位健行的人在距离威克洛路开车约20分钟的瀑布旁发现了一些人体器官。一开始还以为这些是动物的器官，在确认了这些是遭分解的人体遗骸后，消息震惊了全爱尔兰。警方立刻封锁附近的道路，投入上百名的警力、士兵及多条警犬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想找出所有的遗骸。警方当时依照找到的尸块判断，推测死者是一名20多岁的男性，头部被物体重击至少3下，遗体上并没有自卫防御的痕迹，极有可能是黑帮仇杀。隔天，一位名为基兰·格林的男子到警局自首，称那些尸块是他扔的。他说死者是一位名叫派翠莎·奥康纳的妇女，不过当时警方推测死者应是一名男性，且 DNA 的报告结果也尚未出炉，因此只是把及做笔录就让他回家了。但在接下来的2天，警方找足了所有的尸块，共15块的尸块被散落在9个不同地点。警方利用牙齿的记录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死者就是派翠莎没错。警方这才逮捕了基兰。死者派翠莎·奥康纳当时61岁，在都柏林的一间医院做清洁工。他年轻时在都柏林的山景公园附近贷款买了一间4房的房子，和奥古斯丁·奥康纳结婚后就一起住在那栋房子中，并生了一对儿女路易斯及理查。不过派翠莎和奥古斯丁的婚姻很快的就出现了问题。派翠莎在工作上认识了一位女性，并发展出恋人关系。虽然并没有和奥古斯丁结束婚姻关系，不过派翠莎很快的就搬了出去，在外面租公寓和那名女子同居。派翠莎的新恋情在几年后也结束了，同时支付着公寓的租金及房贷逐渐压得她喘不过气。于是她决定将公寓退租，搬回她购买的房子住。不过当她离家时，她的孩子都还小，现在屋子里则多了许多人。派翠莎的儿子理查已搬出去住，女儿路易斯和前后2任丈夫共生了5个孩子。她和现任丈夫基兰一起住在派翠莎的房子中，路易斯和前夫基斯的小孩史蒂芬妮及其他4个孩子也一起住在家中，祖孙3代9个人一起住在这间房子中。派翠莎的归来显然是不受欢迎的，但和奥古斯丁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。他和路易斯及其他家人没有太多的情感连结，9个人挤在一间4房的房子中，生活习惯上的摩擦常演变成派翠莎一人对抗其他成员。基兰说在5月29号这天，他和派翠莎又起了争执。他洗完澡时，派翠莎拿球棒打他，基兰抢过球棒并打派翠莎，接着自己失去了理智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只看到派翠莎倒在血泊中并已没有了意识。几小时后，他带着派翠莎的遗体开车来到韦克斯福德的黑水小镇，找了个空地将尸体埋在土中。几天后，基兰开始恐慌，生怕遗体被附近的农夫发现，于是他回去将派翠莎的遗体挖出分尸，并把工具及尸块沿途丢在威克洛山脉中。几天后，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，于是决定到警局自首。他坚称这一切的过程都是他独自完成的。他带着远景到当初埋派翠莎遗体的地方采证，也被正式逮捕。基兰说和派翠莎住在一起的生活仿佛人间地狱，派翠莎会不断的威胁说要杀他全家，在把派翠莎掩埋时他感到自由，至少他的孩子们不用再受他的威胁了。他坚称自己攻击派翠莎的行为是出于自我防卫。隔天5月30日这天是理查的生日，不过派翠莎并没有联系他，理查也联络不上派翠莎。于是理查联系了路易斯询问，路易斯和理查说前一天派翠莎和家人起了争执，派翠莎收拾行李后离家出走了。
在持续联系不到派翠莎的情况下，2天后理查来到派翠莎家，并见了路易斯、奥古斯丁，并在6月1号一起向警方申报派翠莎的失踪。路易斯说，尽管他和派翠莎在生活上有许多不合的地方，但他还是爱他的妈妈，并说在事发这天他不想和派翠莎吵架，于是和奥古斯丁及孩子们一起到附近的公园。他不确定他们是什么时候回到家的。当晚派翠莎在和家人起了争执后离家出走，那时他在厕所，所以也不知道派翠莎去了哪里，并说是在事发2周吉兰才跟他们坦白是他杀了派翠莎，于是他要吉兰到警局自首。路易斯的前夫基斯则说，在事发后他有陪吉兰一起去购买一些工具，也到派翠莎的家中帮忙修复浴室里的一个阶梯。他隐约有感觉到这个房子里有发生过大冲突，也许自己正在一个犯罪现场，不过他并没有多做探究。他说吉兰向他们坦白时他也在现场，他也劝吉兰继续自首。警方推测派翠莎是在5月29日的晚上6点半到7点间被杀害的，并从邻居的监视器中看到事发当天派翠莎一家的进出动态。这天晚上7点左右，路易斯、史蒂芬妮和一位年纪较小的孩子一起出门，并一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回家。晚上10点左右，一位穿着帽 T 戴着帽子的女性拉着行李箱出门。尽管如此，警方对于他们的证词还是有所存疑。在自首的6个月后，被关押在监狱吉兰基突然改变了证词。他说其他人也参与了这场谋杀。他说那天他和派翠莎在扭打中时，古斯丁劝架，派翠莎把球棒挥向了奥古斯丁，不过并没有打中他。奥古斯丁于是拿起铁锹，并向派翠莎的头打了2下。派翠莎倒地不起，接着他们2个人都慌了，于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路易斯。在商量后，他们决定让史蒂芬妮装扮成派翠莎，在吵架后拖着行李离家出走的样子，并让兰基把派翠莎的遗体带往韦克斯福德掩埋。他们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基斯，及兰基斯一起去买了许多工具，一起把派翠莎的遗体挖出后分尸丢弃，也把他们这天穿的衣服烧毁。结束后，参与犯案的其他人说服他独自承担起这一切的罪行，而他也照做了。不过当兰发现路易斯又和基斯开始约会时，他觉得自己被利用了。警方根据证词查证，那天基斯的手机讯号的确有出现在派翠莎遗体被分尸的地点，证实他之前的证词说谎。派翠莎的儿子理查指认邻居的监视器画面中，拖着行李箱出门的人并不是派翠莎，而是侄女史蒂芬妮假扮的。而显然奥古斯丁在向警方申报派翠莎的失踪时，就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最后在2020年的6月，共有5个人被定罪。既然说是奥古斯丁攻击派翠莎的说辞并没有被采信，被判处了终身监禁。而路易斯、史蒂芬妮、奥古斯丁和基斯则因为阻碍办案，被判处了1年半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儿子理查在受害者影响宣告时说，他的母亲派翠莎不像其他人说的性格恶劣，她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家人们说的一个接一个的谎言，带给他无数个失眠的夜晚。在这起事件中，他失去的不只是他挚爱的母亲，被亲近的家人联手欺骗，让他变得难以相信他人，留下难以抹灭的伤痛。希望他能有走出来的一天。你对这起案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